不愧是双红会，今天大家和我一起老 K 直播，大家一起陪伴着看完了曼联对利物浦这场球跌宕起伏，3-2取胜之后，曼联也确定获得了下赛季欧冠资格。现在领先积分榜第6名的伯恩茅斯已经有12分，而英超本赛季前5名都能取得下赛季的欧冠资格，并且这一次赛季双杀利物浦，上次出现还是在10年前，10年一个大轮回。去年此时的利物浦冠军在手，而今年的利物浦和曼联却是此消彼长。曼联正走在如火如荼、充满希望的复兴道路上，而利物浦的前途却充满了坎坷。我们可以正式宣布，曼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龙天子。在卡里克的治下，本赛季曼联英超积分已经超过了阿莫林治下的曼联，并且整整少用了6场。卡里克14场英超拿到了32分，而阿莫林用20场英超仅仅获得了31分。自卡里克上任以来，曼联在14场英超比赛10胜2平2负，所以说这带来一个很有趣的命题。过去卡里克在米德尔斯堡带队其实很一般，但是我们从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的身上对比也可以看到，最好的主教练必须要带最好的球员才能取得好成绩。强人哪怕是穆里尼奥在弱队如果带的一般，那并不一定完全是教练问题，也不能说明他就没有带豪门的能力。球员的战术就算再好，也需要最好的球员才能执行。所以我们就非常理解孔蒂为什么每一次到俱乐部总会跟俱乐部的老板主席发生冲突，就是拼了命的让老板要买好球员。包括现在的孔帕尼带拜仁带的多好，可是在英超的孔帕尼可是非常一般。而且当时米德尔斯堡卡里克带的时候成绩一度还不错，后来老板卖掉了核心球员，就没办法再冲超了。另外反之同理，你别看现在兰帕德在英冠那么猛，如果下赛季真让他再去带切尔西，搞不好还是过去那怂样。能够将弱队带得好的教练，未必能够在豪门开得了一艘好航母。所以本赛季的曼联就一个转折点，那就是阿莫林下课，卡里克上任。正如今天赛后库尼亚所说，卡里克给曼联带来了过去弗格森一样的魔力，这只是美好的开始。当然，我们从卡里克身上学到了许多。他经常跟我们讲过去的那一支曼联，那支不断赢得冠军的曼联，这种感觉也逐渐传递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球员很愿意接受这些信息，也会非常专注的去完成目标。说到底，这只是现在这段旅程的开始，只是起点，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的那段旅程，这太不可思议了。这种比赛是所有球员都想参加的比赛，当我们赢下来之后，那种感觉真的就是最好的。而今天刚刚续约大幅提高了自己薪水的梅努打进了最后的制胜球。梅努赛后也盛赞了卡里克，他说卡里克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给予我们的信任不只针对我，而是倾注到所有球员身上。你想要追随他，想要为他战斗到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梅努才只有21岁，他今天5次对抗成功，2次制造犯规，2次成功过人，还有1个拦截，1个铲断，1个进球。想想阿莫林如果不走，现在的梅努和谢什科就是新的炸弹小队成员。而现在跟曼联续约了5年，他必须感谢卡里克，梅努就是现在卡里克的死士。另外比赛表现最好的仍然是咱们队长毕费，他今天首发出战，创造了6次机会，全场最多，还有2次射门，1次射正，2次解围，1次拦截。最可惜的是谢什科那记进球的助攻最后没有算在毕费的名下，但是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情绪化的队长，身上已经背了1张黄牌，还在那儿大声的骂裁判。当时的那一套肢体语言看下来呀，曼联球迷全都害怕了，又是摊手又是甩手，感觉是真上了头，但裁判自己也理亏。当时在曼联的防守当中，裁判竟然挡住了毕费的去路。朋友们，随着5大联赛一天天接近落幕，世界杯又一天天向我们走来了。每周老 K 大概都会提前宣布要直播一场，今天也感谢在直播中一起到场的朋友，大家一起看了这场比赛是实在精彩。所以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且希望您点击小铃铛上的全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咱们推送的视频，谢谢。OK， 今天的曼联唯一美中不足是上半场谢什科有些小伤，按卡里克赛后的说法，其实谢什科小腿有点小问题，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当时他又被对手推倒，就在那个区域，而且正好撞到了他一直有点不舒服的那个位置，所以就把他换下，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今天看球赛就知道，上半场曼联2-0领先，中场换下了谢什科，
可刚刚上来的阿马德·迪亚洛马上送了对方一个球权，再加上门将拉门斯的低级失误，曼联是瞬间就从2-0变成了2-2。所以今天如果被逼平，甚至被利物浦逆转拿下，那么赛后卡里克中场的这一次换人一定会被大家炮轰，哪怕这只是谢石科的因伤换下。所以就像今天直播中老 K 说的，丢一个球不要紧，丢2个球也不要紧，甚至2-0领先，瞬间被别人扳平也不要紧。想想4年前的世界杯决赛，梅西带领的阿根廷队领先了70分钟，还不是被姆巴佩瞬间扳平？但最重要的是，在对手踢得好的时候，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天2-2之后那一段时间呀，曼联一度风声鹤唳，自己的球也组织不起来。但最关键的时候，队长逼费还有梅努站了出来。反之同理，0-2落后的利物浦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就扳成2-2平，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总是上演奇迹伊斯坦布尔奇迹的那一支红军利物浦。好，今天开场短短第6分钟，库尼亚在禁区外右脚一个端射，左脚一个端射，两连击，最后折射破门，曼联1-0领先。上半场第14分钟，逼费一个头球传向门前，球先被门将扑了一下，却扑到了谢石科身上，谢石科破门。裁判反复观看 VAR 录像，确认不是点球，进球有效，2-0。下半场第47分钟，索博斯洛伊抢断了阿马德的传球，一条龙破门，扳回一球。第56分钟，门将拉门斯开门球，直接把球送给了利物浦球员，送大礼，加克波破门，利物浦扳平比分。最后第77分钟，梅努的后插上，迎着索博斯洛伊凶狠的铲球，却不管不顾，命都不要了，禁区外的一脚远射破门，3-2再次领先。索博斯洛伊今天是燃烧殆尽，拼了命想阻止曼联。但另一位中场球员阿根廷球员麦卡里斯特发挥就极其糟糕，直接送给了曼联2个助攻和1个进球，算是曼联获胜最大功臣。上赛季的麦卡发挥非常亮眼，可本赛季一直老 K 在批评他，一直没有找到感觉，要说只有27岁，不至于就年迈了呀。麦卡里斯特在场上不可谓不拼，但好像理了个平头之后，球技也被摊平了。再加上维尔茨的表现一向比较隐身，虽然是下窗标王，虽然是利物浦所谓的新球王，但是在利物浦场面被动的时候，维尔茨确实没有发挥出他在中前场的拿球能力，甚至你如果不知道就根本感觉不出场上有这么一号人物。每次利物浦总期待维尔茨能发挥，但如果你用放大镜看他，总是在丢失球权，也传不出什么威胁球，也过不了人，防守嘛，在前场只是装样子，逼抢。其他利物浦的3个中场球员再不行，起码都有防守上的贡献，也能在后场带球，能在后场传球。可维尔茨真有一些游离在斯洛特的体系之外，打左右2个边都试过了，是完全不行，只能在中间中路。但说实话，比过去巴塞罗那买走的库蒂尼奥感觉都还要一般，整体表现绝对对不起他的转会费和身价。我们只能说小伙子23岁还年轻，至少他在场上肯跑。今天就像赛后评论员卡拉格说的，我觉得有一名球员一直被外界过度的宽容对待，那就是维尔茨。我自己从来没有转会去过别的俱乐部，更别说去另一个国家踢球了。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给了维尔茨足够的时间，也确实对他很宽容。他今天踢得不好，即便利物浦整体表现不错，真正站出来的还是索博斯洛伊。有时候这个赛季的萨拉赫也是这样，萨拉赫现在不是上赛季的状态了，但他依然是利物浦表现最好的进攻球员之一。本赛季早些时候，当我解说利物浦客场对伯恩利的比赛，当时我说维尔茨踢得还算规矩，处理球也比较稳，但那时候我其实已经算是客气了。现在来看，我也不会用别的词儿去形容他。他已经在利物浦踢了1个赛季，今年夏天利物浦也不会放走维尔茨，因为在他身上花了许多钱。但当你有这样一名球员的时候，他的身材不高，覆盖范围不大，速度可能也不快，那么他身边的队友就必须都能跑起来，要帮帮他。换句话说，维尔茨算是一个需要体系去保护的顶级球员。问题是利物浦现在在无球状态下，这类球员太多了，琼斯是这样，麦卡里斯特也是这样，再加上维尔茨，我个人只希望球队里有一个好球员，但斯洛特想踢荷兰式的足球，我不认为他会这么看。斯洛特肯定会希望阵容里有更多的技术型球员。所以是的，综合来看，虽然有时候维尔茨的发挥尚可，但整个赛季综合看下来，他第一不喜欢对抗，好的球员应该对对抗有一种渴望，但他没有，总是想着队友帮他把脏活都干完。第二，技术水平相对有限，完全达不到齐达内的水平。他的双足的技术水平让他永远会错过一些最佳的出球时机和路线的选择。
第三就是德甲跟英超的水平相差甚远，在德甲他经常往前一个塞球就是单刀，但是在英超需要空间，自己也需要空间，他的队友也永远需要空间。而当对面只要给维尔茨上了压迫，就能感觉他的水平直线下降，而且有时候他的带球推进也太拖沓，他必须要提高速度和速率，否则在英超真可能玩不转。在英超有些人你必须围绕他踢，因为他有能力让你把他当核心，但有的人如维尔茨大家必须围绕他踢，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只能让大家当他的保姆。本赛季能看到他大部分的进攻助攻都是在面对英超下半游的球队才能拿到，踢狼队这种球队还能有空间给他刷一刷数据，但只要对手够强，一上强度他就傻眼，进攻隐身丢失球权也多，防守更是查无此人。说白了，在利物浦，维尔茨是攻守两端发挥不了一点作用，一个所谓的技术型球员，但有时候连球也停不好，本身他的速度就一般，在德甲是靠节奏去过人，现在增加了肌肉，脚下的频率是更慢了，盘带都有点不稳，处理球的时候有时候停球太多，有时候又太糙。不过英超本身这个前腰位置就非常难踢，过去曼联买过阿根廷球员贝隆也是适应不了，还有帕尔默在切尔西本赛季也非常一般，但好歹帕尔默身高腿长，打门也干脆有力气。如果下赛季帕尔默的身材健康，切尔西的阵容再规整规整，那么帕尔默的发挥仍然会高于利物浦的维尔茨。所以球迷都想着利物浦能不能换主教练，但芬威集团为了省钱，估计下赛季还是这个样，下赛季的利物浦估计多半还是争第4名。所以这就真有些对不起索博斯洛伊索博今天又拿到了1个进球1个助攻，每场利物浦的比赛看下来都觉得全队让他一个人这样 carry 真带不动。而且索博的技术水平本来也不太好，只是因为精神属性特别有种，虽然上半场状态不佳，但自己也能拼起来。不过今天他被逼费从后面铲球铲了脚踝一下，看得大家是真害怕。这样的一个中场球员，无论是曼城曼联都想要，能攻善守，还有体能，再加上超绝的定位球，同时还能客串边后卫和中后卫。好在上赛季利物浦是拿到1次联赛冠军，但本赛季身边的队友是真配不上他的努力OK， 咱们再提一下，今天替补上来了15分钟的小将恩古莫哈。当他上来之后，全场22个球员，只有恩古莫哈是技术天赋满满的溢出屏幕。他的节奏，他的过人真的好恐怖，甚至有点像拜仁的奥里塞，属于绝对的爆点。只是奥里塞的小技术更好，拿球内切不拼速度，但恩古莫哈的爆发力又非常强，能力是相当可以。本赛季老 K 对斯洛特还有一点不满，就利物浦青训那么多小妖，但主教练用的太少，甚至恩古莫哈这么强，基本算是冷藏了。恩古莫哈只有17岁，1.70米，未来的3到5年，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他的发展。那么输球之后，利物浦本赛季已经总共输掉了18场，上一次在单赛季有这么多的输球还是2009到10赛季，整整16年前。而且这输了18场的数据还是把另一场点球大战算平局，否则就可以算输了19场，并且本赛季利物浦各项赛事总共丢了72个球，这可是他们自1992到93以来丢球最多的一次。唯一的亮点只有索博，索博成为单赛季进球助攻均上双的利物浦中场，他本赛季出场了50次，13球10个助攻，这也是自13到14赛季的杰拉德14个进球14个助攻以来，首位单赛季进球助攻均能上双的利物浦中场球员。目前坦白讲，除了他之外，利物浦其他的球员在斯洛特的率领下，本赛季的状态水平都是大幅下滑。好在今天上半场0-2落后的情况下，利物浦的下半场踢得非常好，也让我们看到了明年复苏的希望。只是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这一块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包括埃吉蒂克的重伤也出了很大的难题。好，至此卡里克上任以来的新曼联已经战胜了曼城、枪手、热刺、切尔西、利物浦，通杀所有的 Big 6豪门。那么在强强对话中表现如此强势，这样的卡里克他迅速稳住了曼联军心，重塑了曼联战术体系。外界包括老 K 对他正式留任执教的呼声是愈发高涨，我看谁还敢说个不字。另外，昨天西汉姆联输球，今天的热刺终于客场2-1战胜了强大的阿斯顿维拉，现在在积分榜也终于逃出了降级区，保级的主动权回到了自己手中。这一场比赛也算是举世瞩目，大家都很关心新热刺球场那么漂亮，是不是能给英冠联赛增添光彩？
但关键的时候换帅如换刀，球员们终于站了出来。上半场第12分钟，加拉格尔呀停球后一记正脚背抽射，贴地斩破门，相当漂亮，世界波。13分钟后，又是特尔在右路的传中，里沙利松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比分的优势一直维持到了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5分钟，才由维拉队右路传中，中间的布恩迪亚头球破门，1-2。这一场球终于让热刺球迷悬着的心可以放回肚子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从马德里竞技留学归来的英格兰球员加拉格尔。所以西蒙尼真是个好教练，任何一个球员送到他那儿去，都能锻造成一个6边形战士，又给送回来。1-2年前，咱们加拉格尔还是切尔西的球员，当时任何人也不可能相信，今天呀，他竟然帮助热刺在保级，而且关键一场还世界波破门。能看到加拉格尔现在在热刺的作用，前场逼抢他像永动机一样，压得对面的后场完全出不了球，所以当他拼起来的时候真的凶猛，而且作为前腰处理球能力失误也少。不过热刺的阵中始终有短板，今天他又暴露出来，还是21岁拜仁卖过来的特尔。特尔啊，你说他年轻吧，说他有点小技术，有点冲击力吧，但是在场上他经常只是干那些抢风头、闷头单干的事，而在禁区内对球的处理大部分都是打飞机。所以热刺队啊，去年夏窗看上了曼城的萨维尼奥，我就感觉萨维尼奥和特尔踢球特别像，踢球是又毒，有时候啊看着又非常抽象，而且在场上特尔的态度不好，就有种感觉好像热刺整个球队都要为了他服务一样，不愿意跑，不愿意给队友传球。我现在就想知道热刺的管理层今年夏天对他是怎么一个处理思路，如果留在队里继续滋养，2-3年后搞不好是一个大毒瘤。好，那么今天的热刺终于是2连胜，并且啊，感觉似乎整个英超都在帮助他们保级。维拉队可能也是无欲无求吧，所以踢的就不太狠，感觉是轻轻松松就把这场球当人情给送掉。那么接下来的保级大战，热刺下一轮将主场迎战利兹联，随后客场挑战切尔西，最后一轮主场对阵埃弗顿。而西汉姆联就惨了，主场先要对阵阿森纳，随后客场挑战纽卡，最后一轮主场迎战利兹联。而且最关键啊，西汉姆联的最后2场比赛开球时间都比热刺更早。至于诺丁汉森林本周末没有比赛，周一会客场挑战切尔西。他们最后的3场比赛中有2场在主场，中间穿插了1次客场对阵曼联，另外2个主场对手分别是纽卡和伯恩茅斯。所以问题来了，下一轮西汉姆联死磕兵工厂，一个想保级，一个想拿冠军，是1分都丢不起啊。5月10日，西汉姆联对阿森纳，这场球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的，今天皇马也客场2-0战胜了西班牙人，国际米兰也2-0战胜了帕尔马，并提前3轮夺得意甲冠军。咱们先看国米，再说皇马。今天关键时候是马库斯·图拉姆在禁区内接到传球，冷静推射破门。当时比赛上半场第46分钟，然后比赛第80分钟，老塔罗右路突破助攻了中路的姆希塔良，后点电射破门，国米2-0。经历了过去在欧冠决赛被大巴黎血洗，而新的主帅过去国米的功勋球员齐沃上任，可紧接着又是世俱杯出局，球队内讧，下窗没钱，引援不利，开局的3场只有3分。想想那时候没人会认为现在国米处在这个位置，但是蓝黑军团国际米兰终于重夺意甲冠军。国米球迷都知道，过去这3年的坚守和沉淀太不容易了，等待的时间太漫长。而今年赛季的转折点就在联赛第8轮输给那不勒斯之后，当时已经是输的第3场了。可随着主教练齐沃果断扶正比赛克，将阿切尔比拿下首发，后面又让阿坎吉打拖后，比赛克回到右中后卫，这才把整条后防线给稳住了。今天的最后，队长老塔罗最后给姆希塔良那一记助攻，就像是蓝灰军团的中坚一代，向本赛季末就要离开的那些老将们最后的致敬。国际米兰成为米兰双雄当中首个在德比被双杀的情况下仍然拿到意甲冠军的球队，加冕了第21个冠军，并且随着提前夺冠，中后卫阿坎吉的强制买断条款也被激活。30岁的阿坎吉从曼城过来，成为了这支冠军球队不可多得的拼图，而且价格相当便宜，国际米兰只需要1500万欧元就可买断，合同也将续约到2028年。当时跟曼城签租借协议的时候，必须要同时满足2个条件才能够买断。首先呢，出场率必须达到 50%， 第二呢，国米夺得意甲冠军。
要说条件还是很苛刻的，但曼城总监对国际米兰也很有信心，所以上赛季卫冕失败，本赛季重回冠军。国米3年内2度问鼎意甲，特别是上赛季仅以1分之差最后屈居亚军，只能眼巴巴看着孔蒂的那不勒斯夺冠。还有过去2年意大利的足协还有裁判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我想蓝黑军团的球迷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值得一提，从尤文图斯在2019到20赛季实现了9连冠以来，意甲联赛还从来没有球队能够卫冕。那么下赛季意甲冠军会是谁呢？现在在冠军的总排行榜上，尤文图斯36次居首，国米21次第二， AC 米兰19次第三，热那亚9次第四，而我们熟悉的那不勒斯是4次，罗马队是3次。主教练切沃今天成为了国米118年历史上第2位以球员和主帅身份都能拿下意甲冠军的成员。此前唯一一位达成此项成就的是阿尔曼多·卡斯特拉奇，那还是1929到30赛季他作为球员拿到意甲冠军，随后在1937到38赛季作为主教练又拿到1次意甲冠军，并且今天的齐沃首个执教赛季就拿下意甲冠军，成为国米队史主帅的第5人。上一次就是08到09赛季的魔帅穆里尼奥。对了，本赛季穆里尼奥执教的本菲卡赛季联赛至今保持不败，可最终也遗憾无缘联赛冠军，到现在是打平了8场，取胜17次。现在关于他会不会接任皇马帅位的讨论逐渐升温，许多人认为狂人穆里尼奥的最佳时期已经成为历史。他的方法或许不再适应现代足球，但客观来讲，他曾经为皇马带来巨大贡献，也能够提供巨大的价值。过去皇马球员本泽马就曾经说过，是穆里尼奥改变了皇马整支球队的思维方式，让所有的球员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最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为现在的皇马带来一种奠基式的疗法，也许这就是目前这支皇马最需要的，既不是那些温和的手段，也不是心理分析师的沙发。在某些时候，穆里尼奥这样的强人也许就是最合适的，因为皇马不能持续陷入目前这种危险的沉寂之中。但最终一切还是要由主席弗洛伦蒂诺决定。我们期待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老佛爷最终能够想通。好，那么今天的皇马2-0客场战胜了西班牙人，上半场均无建树，下半场第56分钟，小熊维尼修斯发威，贡萨洛给他做球2-1，维尼修斯杀入禁区，冷静低射破门。第66分钟又是维尼修斯如法炮制，这次是中路的贝林厄姆脚后跟他做了个球2-1，维尼修斯还是维尼修斯杀入禁区2-0。所以无论是过去2年皇马成绩的起伏，还是维尼修斯状态的起伏，但关键的时候老 K 始终相信，在爆点这方面当今足坛无人能出维尼修斯之右。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欧冠，维尼修斯是怎么一个人 carry 整个全队拿到冠军的。金球奖虽然没有拿到，但在赛场上做出的贡献，我会永远记着他的，老 K 会永远记着。现在世界杯临近，许多球星都在流利，可单纯可爱的维尼修斯脑子里从来没有这回事儿，而且几乎也不怎么受伤。1个字猛，3个字突破猛。本场球也确实踢得好，这才是顶级世界边锋的水平。皇马为了老佛爷的喜好买来了姆巴佩。咱们试想一下，如果来的是哈兰德，如果皇马给他配一个正统中锋，是不是就真能拿金球奖了？今天能看出，只要中路有个人做支点，无论他是谁，维尼修斯绝对是世界第1左边锋。他今天在2026年以后已经打入了16球，5大联赛的球员当中仅次于哈里凯恩，而凯恩是中锋，维尼修斯只是左边锋。他在皇马每个赛季都是稳定的输出。今天过去之后，已经连续5个赛季进球都是20加以上，所以毫无悬念，梅开2度的维尼修斯当选全场最佳。另一方面，维尼修斯最近跟自己的女朋友关系非常甜蜜，总是秀恩爱，看久了之后，我都觉得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像奶油巧克力一样，黑白配，特别的温馨。本场比赛，当姆巴佩不在场上的时候，维尼修斯和贝林厄姆又非常偶发性的突然在场上状态爆表，似乎又觉醒了。所以没有姆巴佩的时候，维尼修斯确实是皇马的真核心。他踢球善于和中路球员寻求配合，是能够盘活全队的球员。无论是跑动，还是跟队友配合，还是突破过人方面，都是世界最佳。皇马上一个欧冠冠军，维尼修斯就是场上第1战斗力，而上个欧冠他的贡献仅次于本泽马和门将库尔图瓦。而当姆巴佩来了之后，维尼修斯也比较无私，拿球大部分时间都会找姆巴佩。
在姆巴佩进球赢球之后也会发社媒进行祝贺。所以虽然有些性格上的缺点，但坦白讲他真的很单纯很可爱，也非常的无私。不过今天的比赛皇马仍然有坏消息，在上半场仅仅14分钟，门迪就因伤无法坚持，他的伤又是右大腿的股四头肌，现在已经基本确定赛季报销。这次受伤毫无疑问又是肌肉撕裂，这个伤啊就像他过去在国王杯决赛中受的那一次一样，当时需要手术并休战了7个月。所以这次门迪再次重伤，好在他目前并不在德尚的法国队计划之内，所以跟世界杯的关系不大。但这已经是门迪本赛季遭受的第4次伤病了，他甚至有 56% 的比赛时间都在养伤。还有今天换人的时候，主帅阿韦罗亚选择的是弗兰加西亚而不是卡雷拉斯，这让人很意外。当时电视转播甚至捕捉到卡雷拉斯在替补席上露出一丝苦笑，他就连热身都没去。所以马上是国家德比对阵巴萨，到底谁将首发出任左后卫呢？是继续信任弗兰加西亚，还是重金买来的卡雷拉斯回归呢？随着阿韦罗亚已经确定会从皇马的主教练位置上下去，所以最近也有一些关于更衣室已经发生直接冲突，球员和球员之间，球员和阿韦罗亚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消息。至于到底是哪几名皇马球员在更衣室中发生冲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只是听说呀，球队内部的气氛非常紧张。还有一点，中场卡马文加本赛季状态太差，法国队已经基本确定不会带他参加世界杯。好，今天同时还有一场重磅的足球赛事，是女足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最终巴塞罗那是4-2战胜了拜仁，总比分5-3晋级。普姐普特利亚斯太厉害了，今天又是2个进球。已经32岁的他，今天射门4次，射正3次，进球2次，尝试过人3次，关键传球4次，都是全场最佳。本赛季的西班牙女超比赛，普特利亚斯已经率领巴萨女足夺冠，成为了巴萨俱乐部历史上赢得冠军最多的球员，这是斩获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0个联赛冠军，而且一共拿到了36座冠军，其中还包括了10次西班牙女王杯冠军，6次西班牙女足超级杯冠军，3次女足欧冠冠军，还有7次加泰罗尼亚杯冠军。这个夺冠次数能够追平梅西，你就知道普姐在巴萨女足的地位。而现如今伦敦城的雌狮女足正在全力的追逐，想签约巴萨女足队长普特利亚斯。如果通过这笔重磅签约，将会轰动世界足坛。但球员本人现在目前仍然想留在巴萨。那么紧接着咱们就关心女足欧冠决赛了。OK， 轻松一下。今天过去的主帅卡佩罗，他回忆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关于 R9 大罗。卡佩罗说呀，大罗纳尔多满脑子只有女人，他训练从不达标，就是个负面的榜样。刚到皇马的时候，我问大罗，你拿世界杯时体重多少？他说84公斤。我问现在呢？他说94公斤。嚯，大罗纳尔多呀，他在皇马还拉着队友一起松懈，所以最终我和主席决定把他送走。当时 AC 米兰的主席贝鲁斯科尼打电话问我，大罗纳尔多怎么样？我说，主席他很厉害，但起不到好的榜样作用，他总是泡在夜店，还发了福，满脑子只有女人。可第二天米兰体育报仍然登出大罗纳尔多加盟 AC 米兰。所以这也能够看出大罗的天赋、身体、技术到达什么水平。他当年面对的那些中后卫全都是什么威震天、擎天柱之类的，但只要你的球队有 R9 有大罗纳尔多一出动，只要喊一声汽车人变形吧，所有的人都追着铲大罗纳尔多，但就是铲不到。另外，昨天跟大家说的伊瓜因大胡子很邋遢的那张照片，最后被意大利媒体核实只是 AI 修改合成。好生气，做这些的人好无聊。好的，感谢大家，下周2又是欧冠呀，又是阿森纳打马竞，又是拜仁对大巴黎，所以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您也能动动小手指，点个赞，点个订阅，咱们明天再见。